我个人觉得有点偏甜的。不好意思。谢谢。好，老师再见。好烫。我觉得你的白芸豆的豆沙或者什么，它不够细。不好意思。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醋饭嘛？肯定是醋饭。醋饭的调配也是很重要。它的醋饭在我这里是没有记忆点的。抱歉。谢谢。他感觉全场太扎眼了，他个子又高，人长得又帅。对，就那个宝岛主夫是吗？范儿很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岛主夫，我来自中国台湾。宝岛主夫，老家台湾，台湾哪里？台北。我外公是四川人。OK。我外公是民国那时候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厨师，给很多名人做过菜。对我来说，只有味道可以延续，记忆才会都一直在。所以说，我想做一些我外公的菜，而不是说我做fine dining那些东西。那你今天做的是？其实我做台湾那个茄汁牛肉面。哇，牛肉面，我很期待牛肉面呢。我不走了，我坐这。好，我坐在那边等。没有，哇，开心啊！你知道，因为牛肉面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个料理，所以我对它的期盼还挺高的。好香哦！这是你的味道吗？这是汤底。哇，好香啊！真的好香。它要熬这个，应该是熬牛肉、熬牛骨什么东西，有它的特别的秘方，所以经过的时候那个香味是非常的，就是想让我待在那儿不离开的那种感觉。不过你今天拿一道牛肉面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期待。这道菜名其实我纠结了很久，然后为什么选这道菜呢？因为大家每次回老家会回家乡，就好那一口面。我外公每次一回去就会煮一碗牛肉面给我吃。这道菜名的话，其实我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加了我外公传送给我的独家秘方，用了16种秘制香料来卤制牛肉，绝对是大家没有吃过的味道。他颠锅了，他在颠锅。所以他应该是，虽然他做西餐，但是他肯定做中餐的东西也是有所钻研的。法国蓝带出来的还是有点料的，隐藏了实力还做了一个中式的牛肉面。哇，我的牛肉面，刚刚好。刚刚好。哇，宝岛人很传统的牛肉面。看到这种东西我就闻鸡起舞。你惨了。我惨了。对，我帮你们分好不好？还是好，我觉得第1碗得给潘帅的。好啊。第2、第3碗也给我。尝看看。而且它很浓郁。吃面一定要这样。哇。也不加一点酸菜，哇，更。哇，太给力了，都吃完。那个工作人员可以帮我拿两个大纸袋吗？我要外带。没有。过了，肯定过了。我师兄能过。谢谢。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够浓，然后它的那个面条的一个咬劲，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一开始看他在那边醒面，他醒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他擀出的面条很有咬劲。然后包括他选的那个牛肉的部位牛肋条，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举动，因为它正好是牛肉和筋相间的一个部位，又很香，然后它的调味都很准。面食大王，你想说什么吗？我再想一想，我在想，我要回味一下，等一下哦。比较 OK 的这个。什么？他不给哦。抱歉。没事。可能因为我吃牛肉面真的吃很多牛肉面，我会回想说，那这个在我这些吃的牛肉面是不是最 top 的？因为既然来这个炙热游戏这个节目，那肯定我的标准得提高。我是觉得他很有可能不会晋级的，
因为我觉得第一轮是每个选手应该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而不是说一个你非要去讲故事的菜。你的拿手菜你是做法餐的，你的拿手菜肯定不是红烧牛肉面。因为当时我觉得是好吃的，那刚好邱老师也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介于好吃跟可能还不够好吃的这个中间。我们要叫人吗？好，我们要叫人吗？我们叫人。潘玮柏启动分歧终结权，此权一出，争议终结，可指定另一组任意一位评委成为第三方评审。他们要叫人过来，叫人过来。月月来了，月月来了。我想先问一问，是谁给的过，谁给的不过？不能透露，不能透露。直接吃看看，你觉得？好。哎呦，爷爷河南人啊。这叫什么牛肉面？台式的茄汁牛肉面。哦。对，然后我这是用的是姜黄面。那我想有一点手感，这个是我亲手做你看看你是觉得去或是留，交到你手里。首先，既然意见有分歧，就说明一个人认为特别好，一个人认为还不够好。那么既然找我来，我从那儿走过来的时候，我的期待值是很高的。当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第二口吃下去，更棒！哦，真的好好吃，我觉得好好吃。哦，你给的过是吗？我没给过。恭喜啊，恭喜！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我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够推荐给我的家人们，我觉得完全可以。番茄的味道，我觉得90多分，牛肉90多分，这个面可能没有到90多分，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谢谢岳老师，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岳老师，谢谢，感谢。哇哦！潘老师他其实比我想象中就是更严厉很多，真的是我意料之外。但是最后他还说他吃过无数碗牛肉面，我说好的，这个严厉可以的，可以让我进步，把我牛肉面做得更好。太棒了！哦。我的牛肉是腌过的，特意的选用李锦记的薄盐生抽，它的咸度不高，既能提鲜也能增香，又不会覆盖住牛肉本身的浓郁的牛油香气。用了李锦记的薄盐生抽腌制后的牛肉，它熬出来的颜色非常漂亮，而且入口时鲜味也会增加突出，为我做的台式牛肉面添加了更多风味。我可能对后面那个黑衣服的选手比较感兴趣，后厨女战士，战斗即生存。我是后厨女战士，也是我们当时厨房唯一的一个女生。在日本这种男女阶级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还有尤其是料理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话，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战士。唯一一个上饱和力杂志的中国人。女生的体力确实是不如男生，但是我确实也不想说每一次都是说啊，请帮我一下，这个在我的性格是不能允许自己的。所以说，你们男生能做的，我也一定能做，而且我一定会做得比你更好。你在厨房做了几年啊？其实我一共加起来可能是4年左右吧。我以前是教雅思的英语老师。哇，这么厉害！对，英语老师。对。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厨师呢？这30岁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30而立这样一个年龄嘛。然后那时候就问自己说，自己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料理，这样的，就一个答案呼之而出，我想做米其林厨师。哦，这个志愿还是很好，愿望很好。对。然后我就裸辞了英语老师的工作，重新读那个全日制的料理学校，从头开始学。然后也挺幸运的，就是说，毕业之后直接就进了那个东京的宝格丽餐厅。哦，那在后厨怎么样？很严格，很严格是吧？对。
因为我毕竟第一家餐厅就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它的话对我们的要求是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一定要保持案板的整洁，随时随时就把它清理干净，不管是我的卫生习惯还是工作的效率，一开始就帮我们建立很良好的习惯。There she's shaping some pasta. Italian style. Yeah. 我选择的是一个意大利的菜品，叫 Labioli 意大利饺。因为我的家乡大连，它的水饺子非常有名的。综合我的背景和出身，我想做一道这样可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灵魂食物。那我这次做的算是一个改良版的意大利饺，因为我不太喜欢在里面放很多芝士奶油啊这类的东西，我也不喜欢把汤弄很多的黄油感呀。汤的话呢，我用的是文蛤。总体来说，就是体现出它一个比较鲜的感觉。我用的是当地的文蛤，是第一次用这个文蛤，它出来的汤的味道确实是和我之前用的味道比是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味道。因为整个汤的调味对这道菜来说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出错的。我当时可能就有点心急，我一直在调整。能把握住味觉得很准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反复去试，这样才能够把一个味调得很精准。整个过程下来还算比较顺利，我觉得有惊无险吧。这道的话呢，是一道非常传统的意大利饺，用到这个日本冰明湖的海苔，同时呢还有大连的海麻线，请两位评委品尝。1、2、3。淘宝商铺点外卖更优惠，战术是：你上单，你中单，你下单，他下单。淘宝闪购帮他免单，淘宝闪购天天领红包，还能抽免单。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战术是：零星充赠，0元起手，是0元起送。淘宝闪购含0元配送。淘宝闪购爆品团0元起送，0元配送，爆品低至1.9元起。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最近工作上有压力没有？那感情上有压力还没有？那啥压力让你头发这么掉啊？最近工程款回不来，下个项目又缺钱，东拼西凑也凑不全，我焦虑的每天晚上睡不着啊！小齐给你支一招，用钱别内耗，度小满随用随到，额度最高20万，最快1分钟到账，都不给你时间内耗。生意好伙伴，用钱好帮手，资金周转就找度小满，好省好省心。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盐生抽，简盐味更鲜，全国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度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基隆鱼1:1:1，基隆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成，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8米赞助播出。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抱歉，不好意思。哇，很咸啊，已经咸过头的那种感觉。对，今天真的有点咸哎。我第一口汤一喝下去的时候，就有点吓到，说怎么会这蛤蜊有这么咸吗？然后我再喝一口，还是很咸。我是觉得我对味道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吧。
因为你用了海苔，那海苔它是带咸味的，对，你用了文蛤汤，那个汤也是有咸味的。然后这个汤有可能你煮的时间长了，然后它收缩了嘛，然后所以说它的咸味又出来，那所以说你要 balance 这个汤，啊。其实我很佩服，因为我也是女生啦，然后我们在后厨其实有很多不容易。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就是很开心。谢谢邱老师，好，加油啊！谢谢。我是想说，我想用这道菜去讲一些故事，表达出我对料理的这个理解。那当然有志同道合的人是更好的，没有的话，我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会在自己的选择的路上一路前进。刚刚那个有点咸哦，真的咸。对啊，我第一口我心想我是不是错觉？我不是我感觉是不是错觉？你把它全吃完了，我朝着你看。以对食物的尊重，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吃东西不喜欢留下来，然后我看到人家帮我们做，我就想把它吃完。哪怕他最后过不了，我也会尽量吃完。抱歉。抱歉。我就对食物有一种很虔诚的一种心，好撑哦。You are the one, you're the person I need. Vous connaissez cette dame? 他是我们中国的数为一个艺人吧，唱歌，然后会做综艺节目，现在也是做美食。他经常在电视上教人做饭 ，TVB 到整个大湾区都跟着他学做菜。肥妈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她会做饭的时候会唱歌。哎，对，唱歌。对。You make my life. What's the truth, my baby? And love is what I want, what I want. Hello， 肥妈。What the world? 你好，肥妈你好。Needs now. 哎，嗨，那样。你好，我是韦伯。I'm really happy to see you because I mean you're always so energetic, always so happy, bringing the good vibes. I'm always happy. You know what? What the world is love, sweet love. 好开心。But for everyone. 給你鼓掌。很好。佢話你唱得好好聽啊！太棒！哎，肥媽加油！沒有，謝謝。I love you so。我家人很多，32个人，7个国籍。我用煮菜吸引他们回来，所以我煮菜的时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会看到我一家老小嘛。真快来吃妈妈的味道，妈妈是最好的。我是家常菜代言人，我比较想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跟泰国啊、印度的味道可以融在一起嘛。因为我喜欢吃鸡，只有100分钟，我说好，那做5个菜吧。Yes， 我让你看5个菜。好厉害，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做了几道菜出来。哇，好丰盛哦。对啊，1、2、3、4、5。哇，有汤有饭，咖喱，那就细品尝了。老师先喝一口汤，洗一洗。你们吃的太多了。肥猫，我好想喊他，我也想吃。家里孩子来回家吃上这个，
很幸福。不要说你孩子不会吃，我这个孩子想去你家吃。我给你吃我的，来，好不好吃？好吃。你看，妈妈的味道。那我们就来给评判喽。好。 1、2、3。这个鸡，我觉得鸡的里面的味道不够，这道饭也太湿，就是不够香。从专业的角度去对它评审的话，我觉得如果在家做这么样一顿饭，我相信肥妈做得更加棒，因为在餐厅里呈现给客人的一道菜是必须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菜品。肥妈，对不起，没事，没事。我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点评，每个人有自己的胃口，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味觉嘛。家里的味道嘛，不跟人家师傅要比，我自己创的、自己煮的无所谓。喜欢煮菜的人呢，就喜欢煮。Maybe I didn't know。而且我有顽皮，我虽然70多岁，我就很想来参与一下。我那次来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家里的妈妈也是一个大厨啊，我做到了，一直我也可以告诉人家，我做到了。节目联合微博发起炙热游戏百出大战2创大赛活动，即日起上微博关注优酷综艺炙热游戏百出大战，带话题炙热游戏百出大战2创大赛，发布优质2创作品，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照、会员卡等独家福利。周老师，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期待的吗？有期待的。期待哪个？我觉得那个，一个是做那个湘菜、淮扬菜融合的，看他手法动作都还不错。哎，师从淮扬菜掌门人周小燕的徒弟吴松德。他在狮子楼嘛，扬州有一个餐饮名店叫狮子楼，他在那个里面干过。但是我不太熟悉，不知道他在那个干过。不用为了您的面子，一会儿那个。不需要，完全看菜。你现在是在长沙工作？长沙工作。以湘菜为主。对。但是你学徒的时候是学的淮扬菜。对。像他这种原来学淮扬菜，现在去投奔湘菜，背叛师门的做法。背叛师门。你们的师门应该是有。我们师门可不能背叛。我这还是就一直在传承。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背叛啊，就是学习更多的。另辟蹊径。另辟蹊径。对，学习更多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这也很正常。对，很正常。我觉得就是传承加创新。好，期待。您应该是期待这个菜的。对，我看到这个融合到底融合的什么效果？这用来吊汤了吗？对，吊汤。看你这个手背上是个金色的徽章啊，所以大家对你很期待啊，很认可啊。一定不负所望，压力更大一些。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达到周老师的标准，在师爷面前还是有点胆怯。我第一次做菜手发抖，手不抖，淡定。能看到我手抖，我只能想着不要出错，尽量做得好吃一些。这次带来的是白辣椒紫苏波龙优线米粉，去了长沙必须要锁粉，米粉最关键的就是汤头要好。这次的汤结合了淮扬菜的汤底的特色，但是我们把3种不同的汤底结合到了一起，这里面有鱼汤，有虾汤，还有骨汤，用淮扬菜雅致的这种装盘呈现出来。上菜！乌龙，
乌龙。哦呦，乌龙。哎呦呦，哎呦呦，哎呀，顶级的时刻来了，哥。我要先吃哪个呀？可以先吃龙虾，对，然后再吃米粉。嗯，这个龙虾肉就不会变得很老。连汤都喝完了，融合的菜对吧？对，湘菜和淮扬菜的融合结合，让你紫苏啊、辣椒啊是湘菜的元素，对，淮扬的元素在哪里？淮扬的元素就是我们还是想把这种呈现的方式，湘菜不乡土，然后家常不寻常，然后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能够让大家对湘菜有个另外一种改观。啊，就是在呈现方面，呈现方式借用了淮扬菜的。然后虾肉其实我们就是借鉴了淮扬菜腌制高油核虾仁那种方式。好，有答案了，我们有答案了。3。周老师不会给，他对徒弟很严格的。你喊2。行业里面经常有人讲10个龙虾9个老，温度火候。一定要把控得很精准。1。没用啊，有用，有用。谢谢，祝贺你，谢谢。好，你这个是拿到一个2个牌子才能说通过。对，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祝贺你。我觉得好吃到。我一定要推荐给我身边所有，可能吃的顺序也是对的，先吃这个，它蒸面最后喝汤。对，这个越吃越开胃，没错，吃饱了筷子还想动。太棒了，这个龙虾。我可能有句话跟你说。我觉得不 OK。Oh, he don't like it. 因为我觉得 KO。Oh, he like it. Oh, he. 谢谢。KO 了吗？我 KO 了。真的吗？我 KO 了，我被 KO 了。好吧。好，恭喜！这个鸭子其实我觉得你选的鸭比较好，煮的时间正好，它的那个肉质比较嫩。它切鸭子的时候是直刀，它的纤维相对说比较短，放嘴里的话相对说会比较嫩。它的酱的酸甜口非常好，搭上任何一款鸭子的话，其实都会很好。哇，这个我刚刚真的是不敢表露出的太明显了。你今天看天看地，看左看右，多少？加油！看好你啊！这个孩子哦，前途无量，在这个年纪能做出这样子的料理，这样子的口感。那它的酱汁，我觉得是挺独一无二的。然后搭配他这次做的这个鸭肉，是放不下叉子跟刀子的，100%的 KO。哇！这个是我做的一个花生鸡汤意面，我用澄清鸡汤去做的一个透明意面，然后底下铺有我们当季的螃蟹，最后打上这个云南口味的花生泡沫。
好，来。这个我觉得会给过，因为我也挺喜欢这种东西的。他又用果胶，又用那个吉利丁，你还敢吃吗？那我们就3、2、1。谢谢，不好意思，谢谢。我很意外啊。我觉得这道菜它太粗糙了啊，有很多细节它都没有做好。那个蟹肉不新鲜，都是水水的，它的面条也不够 Q 弹，打出来的那个泡沫不够光滑。其实我认识 Paul 也很多年，我相信，如果这道菜呈现给 Paul 看的话，我相信也是通不过的。听说你是 UV 出来的是吗？UV 的话，为什么我有去吃过？为什么每一份都这么小啊？就是因为他每个人都是一小份嘛。你知道我该不会是唯一去那边吃2份的人吧？有的也有啊，吓死我！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子。哦，你吃了2份吗？我每个都吃2份。对啊。我觉得 UV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果腹的概念去评价它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不值它的那个价钱。但是，可能我个人观点，对于我来说 ，UV 已经是在吃好饭的基础上，为饮食去提供情绪价值、氛围感，然后会有一些更巧妙的构思。我觉得它的艺术构思对于我来说，它已经像一个很跨时代的艺术品了。很棒，加油！谢谢啊，谢谢老师，前往世界第一。谢谢老师。好，加油！可能我的菜品完成度还不够高，但我觉得后续还是可以去继续改进的。我觉得我一定会拿到属于我自己的3星。也会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团队，所以这路上的每一步都是为走到那个终点的基石吧。不，对不起，裁判还有多久？50分钟。50分钟。OK。Oh my gosh！ 你看我的眼睛，真是糟糕的。别扯。我们只剩下42分钟，请大家赶紧。因为我有家族遗传的眼睛的毛病，就是常常呢，我拿3颗蛋出来，可是我只看到2颗，我必须要头到处的晃一晃，我才看到第3颗，所以我速度比较慢，很担心时间不够。Hello， 你好。你好。为什么你要叫假如再给我2年的光明？因为我今年60岁啊，你看不出来。对，真的我家族遗传的眼睛的问题。感光细胞失养症，所以我知道光线不够的时候，我是没有立体感的，是看不到东西。对，55岁的时候，我的左眼又发生了黄斑部水肿，干性的。医生说我的眼睛这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也许5年。我的奶奶40岁就全盲，我的表哥记者都是50几岁就全盲，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差不多了。所以没关系。所以呢。如果我的眼睛只剩2年，如果我的眼睛2年之后就看不到的话，那我要做什么呢？我不要继续教书，虽然我很爱教书，我要学料理，我要学法式料理，而且我要去巴黎。这厉害。我没有进过餐厅，我没有，但是呢，我有这个 passion，right？ 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疼的一件事情吧。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58岁才去学法餐，他还想去学新的东西，想去充实自己，想要做出一些他喜欢的味道。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对那位也是非常非常期待。时间剩余24分钟。哦，还有24分，没事，加油！小贝加油！你们都很漂亮，你们很漂亮的。虽然我已经60岁了，眼睛又不好，但是呢，我有一颗热爱料理的心，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能把我的料理顺利的呈现给大家，
我就很满足了。那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蔬食料理。那很多人觉得吃蔬食呢会太凉，所以呢，我用的是姜黄炒饭，台东的月光米、红藜麦。这个汤汁是南瓜加上土豆，我再加入我的5行高汤，加了一点点的凤梨，南瓜的甜味加上土豆的香味，加上一滴滴的酸味，这样就不会腻。金汤山茶花，你们要汤匙压下去，它的花就会开花。对，你看你的手好巧哦，好棒哦。我感觉对我来说啦，个人来说是个很新的一个料理，很新的创新也好，然后味蕾的感觉也是没吃过，都是挺新鲜的一道菜。其实你这个所有的整个一个菜品是很健康，但是呢，当你入到嘴里面的那个层次感，要稍微再调整一下。没问题。那我们就准备给出结果。谢谢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没事，我已经来比赛已经很荣幸了。谢谢，谢谢谢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整个过程我很满意。我记得我来之前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只要不要跌倒，不要受伤，然后顺利完成我的料理，就算成功。他应该也不希望他的故事影响到我们对他的这个美味，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击不倒的人，他还是笑脸常开，还是对他想做的事情很有勇气跟坚持，他肯定会还是很好的心态去做他热爱的美食。我这个你看这在干嘛？这是我割肉啊！美女与野兽呀，拿着巨羊肉，开羊腿，看得出来也是熟手啊。最吸引我的就是你这个。真的吗？真的。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羊腿的煲仔饭。羊腿煲仔饭。我跟其他厨师呢不太一样，就是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开了11家餐厅，他们全部都很火爆。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叫我生意天才，就是来我们家吃过的人呢，基本上我们会变成他们的首选招待餐厅。很不错，我经常来。这个菜很好吃，特别是刚才那个捡鸽子那个环节，让人特别有仪式感啊。用餐时可以为顾客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才是留住他们的核心。你也是煲仔饭？我是顺德风味煲仔饭。哦。大家好，我是顺德小厨娘。我其实刚进餐饮业的时候，我是去学了正宗的法式料理。我一直是觉得吃饭是这么一件很有仪式感、很庄重的事情，非常的高级精致。但是我的观念发生了一点点转换呢，可能就是在我在 fine dining 实习的时候，会很累啊，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一道顺德菜。那这个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有时候最治愈我或者最温暖我的，可能就是把我养大的这个顺德菜。所以我现在想把我家乡这种很朴实的味道和我家乡人很务实的这个性格的一个料理，把它做成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有更多可能性的东西。今天最难评判的是什么呢？煲仔饭很多。哦，这一组里面好几个我看了都是做煲仔饭。煲仔饭这有一个那儿一个，就是既会讨巧也会吃亏。那么就一比，大家就很容易比出来了。对，可能好中选优了。对，没办法。我比较期待煲仔饭到底是哪个比较不错。以前我说很少听说有鳗鱼煲仔饭的。是的。好好把它做好。顺德是鳗鱼之乡，我的父亲他曾经给我做过一道菜，叫做蒜片蒸豉汁鳗鱼干。
但是他当时切的是厚片，然后我就想把它改良一下，把它切成薄薄的，把那些小骨头都给切碎，然后结合带口感和提鲜的顺德本地的一个大头菜，还有香菇，用地道的顺德食材带来最纯正的家乡味道。我的餐厅只选用各地最顶尖的食材，我准备了宁夏盐池的滩羊，加入来自福建福鼎的槟榔芋，松露，想让它的口味更加丰富。除了食材本身的风土精华，味道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造就了那份独一无二的记忆。对我来讲，味道是基础，视觉上呢的呈现，还有你的五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煲仔饭很用心啊，这是自己带过来的。你看那个刚才那个烤箱也是自己带来的。我知道今天很多煲仔饭，对，但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了。对它是最充满期待的，一个是新鲜的羊腿挂着呢，第二个自己带来的那个大的高压锅、大的这个烤箱，装备是很齐全的。第二个，这个阵势也很大，所以呢，大家都充满了期待。老师，欢迎你们。对，有一个仪式，还要做一个点火仪式。点火仪式，对。哦。好，哇！祝你们财源滚滚，顺顺利利。呦，这仪式感满满的。还是要看它这个味道的。这羊肉是很酥脆，很酥香，跟锅巴一样的感觉。好，我们给出我们的答案吧。有答案了。好紧张。请品尝，这里有一些茶，如果你们觉得腻的话，可以喝一口茶先解解腻。我们去看了煲仔饭了，他评委。来，看看人家的煲仔饭。像周老师那种人，一吃一口就知道怎么回事。我吃一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得吃2口3口，甚至吃一碗才行。这个锅巴是锅底下刚才翻上来的吗？刚刚做好，放到下面烘干了。啊，对，烘干了再烘了一下。对。再帮我盛一份。好。好。好。老师，等我1分钟。来，我需要你们给我答案。哎，我香港的，我要尝一下。我是广州的，我也要试一下。哦，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如果过，你告诉我个理由；如果不过，你告诉我个理由。过的话，就是它香气，我觉得做得很好。没有，它食材真的搭配的不错，味道什么融合食材很多，很丰富。不过的话，可能不够创新。我是觉得那个锅气啊，煲仔那个锅气好像差了点。OK， 我明白了。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属于进电梯了，他们不希望电梯太挤，他们给出了不少意见。我心里有答案了，您呢？我也有答案了。来，这2个煲仔饭谁会赢呢？抱歉，没关系，谢谢。这个羊肉的味道似乎几乎都没有吃得出来，它的这个形式呢，过于复杂，
本来那么多的高压锅，那么多的羊腿，那么多的东西，其实和煲仔饭本身呢，关联性并不大。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煲仔饭本身的这个技术、这种出品、这种味道。好，谢谢，谢谢。我还好哎，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好或者是不好的舆论，到最后他们都会带很多的流量到餐厅，所以我很欢迎各种的，就说舆论。对。3、2、1。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没想到一碗饭就上岸了啊！我觉得很好吃哎，很好吃啊，好吃！你们这帮人，好吃。确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挺惊喜的，那个饭的那个嘎巴很香，各种层次感很棒，还有那个茶去油腻，很好。用半干的这种鳗鱼来做呢，并不多。最亮的一点呢，就是它的锅巴，它把本来下面的锅巴拿出来以后呢，又重新再烤了一下，让这个锅巴的酥脆程度呢，更强烈了。然后配了这个米饭一起吃，口感就非常的明显，非常顺。而且它的酱汁呢，用的量恰到好处。这个锅巴和这个米饭的组合，今天是它的一个亮点。我当时看着2位老师同时把那个币伸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感觉我有认真的在对待这一锅饭，我就感觉值得了。甘油鲍鱼，鲍鱼的香味几乎没有，很淡。今天做的是海式青咖喱鱼，咖喱它的厚味不够，它层次感不够。谢谢老师。哇，好丰盛啊！你的猪脚还是比较硬。抱歉。没关系。我们这道菜呢是选用我们的这个牛上脑。不好意思。我做的这道菜呢叫莲影凤尾虾仁，但是也并没人过。好残酷啊！好残酷啊！也不知道这些人里谁还能晋级。这是春熙大厨。我是春熙大厨以不文明的手艺而闻名十里八乡。我们那边有个年例，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会来到家里面，基本的所有的菜呢都是我做的。特别是我们广东比较出名的白切鸡，我们这边叫做无鸡不成宴，特别是这道菜，在我们那边的喜宴上，就是说所有的酒席类都可以看到它。但是你知道，高手在民间啊，我就是从湘厨走过来的，这个要水平的，它有时间，有温度，还有个最关键的要有口味，乡里乡亲的坐下来吃的就是那个还原家乡的味道。老师，我看这资料上写着你的妹妹世界冠军。对。这是咱们奥运健儿跳水冠军全国人的亲哥哥。亲哥哥啊。那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是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吗？带来的更多的是改变吧，特别是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还有环境。但是妹妹懂事，你也懂事。你是很早都出来干活哈？对，我16岁出来接触的行业就是厨师做了厨师有3年，然后就回家去附近找个工作，照顾家里面那时候。我看你这儿也有一个徽章，也被质疑。是的，可能我长得不像一个厨子吧。没事，勇于挑战。反正我们这种呢，就是说一直不怎么被看好的，就说农村菜没什么了，米其林比较高端上档次啊。但是呢，我觉得自己的菜它就是大锅的，有大锅的味道嘛，还是有这种人间烟火气息比较多一点的嘛。我觉得真正的好吃的味道是来源于民间，然后大家的一个认可，好吃才是好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只白切鸡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湛江我们自己家果园养的白切鸡，没有喂饲料，全是喂的五谷杂粮，加上我自己家在养殖的时候，它是那个橙子树下面养的，养了有180天的鸡。对，而且呢，这3个酱料呢，一个是沙姜，一个是姜蓉，一个就是比较普遍的大蒜和辣椒，还有那个香菜，3个口味。这3个酱汁味道调的还是不错的。哎，谢谢。味道3个味道都不错，就是因为我以前切这个白切鸡啊，个人的感觉应该比这个要嫩。他说我这个鸡没有他吃的那么嫩，有道理，但也没道理，因为呢，他不是我们广东人。在我们那边呢，都是要养到一定的月份、天数的鸡，它的皮才够脆，它的肉质才够紧实。它这个和其他白切鸡相比，在口感上面没有明显的突出，有一点鸡肉的香味，但口感偏老。可能他喜欢吃那种30天或者60天的那种嫩嫩的童子鸡吧，那种鸡在我们广东给我都不要。但凡你饭店里面用这种鸡来做白切鸡，你包会被投诉的。没有那种嫩滑的，水分很足的这样的感觉。广东的白切鸡永远都是 YYDS， 不懂吃人，那只能吃30天或者60天的鸡了，好吧？它那个肉很硬，可能是当地的味道吧，抱歉兄弟，非常抱歉。OK。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盐重1毫会夺味。减盐味更鲜，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全国销量第1。本节目有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薄盐生抽，减盐味更鲜，全国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总共15个位置，还是很难的。其实你看这个选手的话，他用的实在很多，操作起来看也很有经验。他跟我去比赛的，之前一起比过赛，奥林匹克的去德国跟我一起比的。奥林匹克金牌队长齐强，我队长，他是我队长，我队长来了，强哥。强哥当时在队里面，他是带我带的最好的一个。强哥在队里面，他对我的提升帮助是最大的一个，是一个很好的队长。其实他在我们团队里面还是算比较优秀，因为他比较年轻嘛。哎，你是奥林匹克的金牌，对，也就是厨艺界的奥林匹克。对，他是怎么比呀？我当时参加的项目是人展台。当时是有30多个国家一起，总共加起来可能超过2000人。2000人，超过2000人。他长得特别年轻，就是个小朋友。我以为奥林匹克冠军会是那种，你知道，霸气的，然后就是见过世面的，一看就像个初中生一样，你知道。然后所以说，我对他的期待值相对也会变高。你现在在上面，他在下面，你什么感想？理所应当是吗？从比完赛，我们也1年没见了吧？让强哥来检测检测我的能力，之后晋级的话，我会选择我的队长。在赛场上，既是对手，也是队友。既然刚好有这个机会，何不同台晋级一下呢？
我这次比赛带来的是一个半汤类菜品，它是莅临马头鱼，然后搭配上一个云南大理的一个酸汤汁。那个酸汤我们运用了酸木瓜、素番茄，然后香茅草，然后柠檬叶一些比较好吃的香料。用不同的水烹饪，菜肴味道不一样。天然的水含有天然的微量元素，可以激发食物中提鲜物质，令汤羹更鲜美、更浓郁、更可口。一道好菜，不仅是火的艺术，也是水的杰作。好水煲好汤，农夫山泉。煮了把香味跟风味萃取完以后，就可以用一些南瓜泥来调一个颜色。哎，他手里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一个慕斯类的。这个慕斯其实是奥黛的做的一个慕斯，是提升口感的东西。哎，他拿那个烤盘油要炸哦，可能是做莅临烧。哦，莅临烧。因为其实马头鱼它并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它本来的鲜味就已经够了，以一个莅临烧的手法来，既提升了口感，然后可以更好的呈现出这个汤的风味。其实这个菜的关键点就是要那个鱼鳞要那一层要酥脆，不然就变得硌嘴、滑嘴。难度我觉得还是有的，很担心啊，我还是比较希望他能晋级。小李要自己尝一下，自己要尝一下。好。为啥放冰草啊？是热菜为什么要放冰草啊？香。小铁，你这个太多了，哎，简单一点。来了再淋也一样的。没有淋一份，然后留两。赶紧的，快一点！你现在没有跟你竞争的。强哥虽然是我想挑战的对象，但也是我的队长。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不由自主的就会听强哥的指令，底气也是他，带来的紧张感也是他。收了之后可以打铃了。奥林匹克冠军，哇 ！This chef my team. Ah, really? Make him win. Yeah. 稍等，我给你们淋个汁，然后上面是要擦一些云南的木姜子根，然后它吃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从鱼的中间一直蒯到底，下面是有奥黛，然后搭配着旁边的蔬菜一起吃，是不同样的口感。它中间是鱼鳞的脆。然后鱼肉的嫩，加上带子的弹。其实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我的鱼是没有经过一点调味，就是连盐都没放的。我是想要它把这个煮出来的酸给显现出来。这么大。But this idea very nice. 你先给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标签如果是太高，可能我们期待值会变得很高。期待值变高的话，我们会对一道菜产生更严苛的一个标准。这道菜给我的感觉是。KO 了我，谢谢老师。不是2颗，不是2颗，给2颗，不1个。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道菜和你打比赛的那道菜，哪一道菜你更满意？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会选这道。这道菜。我不知道，我看不到。谢谢。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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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比赛的选手啊，他的所有那些都是有规定的。首先他自己应该带着钟，他会掐着秒，包括他的桌面所有的器皿、垃圾分类、砧板颜色都是有比赛的一种状态。然后其实这一次他就是把来源于生活的那些东西融入这道菜，其实让这道菜更有生活感，突破了在一个味觉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因为你做的比较酥嘛，对不对？就稍微煎的酥，到最后咽下去的时候还是酥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厉害的。这个口感非常的独特，它是有一点酸酸的，然后带一点鱼肉的咸美。配起来，我觉得那种冲突感是会在你的嘴巴里会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我到现在还记住那个味道，这个是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东西。加油！好，谢谢老师。有记忆的味道。晋级的那一瞬间，我是非常惊喜，也是惊讶。强哥，等我。晋级名额仅剩最后5席。这次准备的是一道小主食，选了马友鱼，也用到了我们平湖的特产糟蛋。整体把糟蛋分成了3个部分，我觉得它们融合在一起，香味会很好。这道菜应该是我吃过大江南北没吃过的。谢谢老师。哇！真的假的？我以为没有。你把糟蛋的一生分解出来了，我觉得很棒。谢谢老师。我叫书圈天菜，因为我是一位素食主厨。这次我带来的菜是用最常见的食材组合起来的。山城的感觉，这种层次感很鲜明，太好吃了。哇！哦，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做素食做好不容易。大家好，我是江南 style， 我做3个开胃前菜，我会用中式的一些味型，经过西式的技巧去处理，用食物原本的味道凸显出来。虽然我做的只是小菜，但是怎么把小菜做得亮眼、有层次感，也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时间剩余10分钟。没多少时间了，这还没做完呢。感觉可能要来不及了。有点难，有点难。我出菜的时候比较晚了，有很多人先按铃了，评委们要先去他们那边品尝，有点担心等太久了菜品会受到影响。还没来呢，是不是我先按的？后面那个人更早按。好慢啊！为什么还不到我啊？不脆，白炸了。因为龙虾是在炭火上烤制的，等得太久的话，龙虾的肉质就没有那么脆弹了，口感就会大打折扣。谢谢啊。哪里？那边。两位老师好。然后这是3个开胃小吃，然后我用中式的方式去呈现，它是2人份的分享形式。然后建议先从秋叶梨开始，然后吃到龙虾，再吃到黄鱼。好。
它的龙虾烹饪的一个时间节点很棒，回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清爽。谢谢。我觉得除了这个黄鱼嘛，对不对？另外2个的烹饪方式还有口味是我没尝试过的，但是毕竟它只是个小菜，真的能跟很多人做大菜比吗？在这里，我是会觉得有一点可惜。这个做小菜的有点难晋级了。但通过这些小菜，我觉得你是能做大菜的料。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哇！虽然我出菜比较晚了，而且等得太久，还临时重新制作了龙虾，但是我始终相信自己的菜品，最后也是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第一关比赛已结束，15个晋级席位还空缺2位，请4位评委从获得1枚火焰币的选手中选择2位复活晋级。经过我们4位评审商议决定，我们决定复活2位。那这2个名额最后是谁呢？你看好谁能复活？就那小女孩呢？我觉得北京一姐。我对我做的甜品有自信。我看好那个甜品了，墨蓝色的裙子啊，跟后面那大哥，他2个都是甜品。估计这苏能复活。对，这个应该这个争议有点大，感觉心脏已经到这了，心里很紧张又很忐忑。我觉得我能赢，我相信我的能力和我做的菜。是谁呢？你这个悬念留的有点刺激啊！2位老师，邱老师说一个，然后周老师说一个。好，我们这一组决定复活的是东南狮河。东南狮河，在我们比较下来以后，它的食物链是最小的，层次和味道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它的主味不够明确，皮的脆度不够了。我觉得这个食物呢非常小。第2个和其他选手比较下来，我觉得它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决定让它复活。下一位补位晋级席位的，他是甜咸全能王。北京一姐。它的冰淇淋加上奶油，融合度非常多。它的味道，它里有荔枝、玫瑰花，有茉莉花，有树莓。作为一个专业评委，我觉得它相对说就更苛刻一点。但是呢，它的能力是不错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在后面能够走得更好。 2位晋级选手已确定，请2位携手登上晋级席位。恭喜15位晋级的素人厨师！接下来，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第2关即刻开启。 哇，我天哪！哦，好酷啊！哇，这真是很大哦，压迫感一下就上来了。哇，你看我就对着他嘛。素人厨师们，恭喜你们成功从内部生存战中突出重围，站到了这里。而星级厨师们，你们也应该等得不耐烦了吧？是做好准备被一招击败？ 还是继续维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记住，本阶段只有获胜者才能继续你们的游戏。那么，全新的游戏关卡现在开始。素人厨师们，
在你们眼前的就是决定你们下一关命运的12个食材盲盒。接下来，你们游戏所需的食材将从盲盒中选择。我们根据烹饪的难度分为简单、中等、困难3个不同的等级。来看看他们的真实面目吧。哇，啊！哇，芋头、菠萝蜜、螃蟹、牛舌，是栗子吗？鹅蛋是不是？鸵鸟蛋，这个是可能是石头鱼。那个是不是菱角？有玫瑰花，那是虫，有云南菜嘛？有鱼，黄鱼。这是一只鸡，对不对？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是不是那玻璃他们能看见呀？哎，哦，他们能看见可能。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看得到。星级厨师们，你们暂时对食材一无所知，但别急，接下来自会知晓。素人厨师们，接下来将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下一场对决的食材和你将要面对的星级厨师，你们之间的首次碰撞即将开始。节目与微博联合发起炙热料理台活动，由微博网友共同参与互动，解锁了5种盲盒食材。现在解锁的食材盲盒已由嘉宾揭晓，它们分别是菠萝蜜、石头鱼、羊河、豆丹、鸵鸟蛋。空降现场的盲盒材料已成为本轮比拼的关键变量。现场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要进入这个1对1的比赛了，更残酷了。我就想知道哪个老师最野。你想看野的，我让你看更野的。出现了2块奥林匹克金牌，我肯定会挑战他。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能站在上面，来让你看什么叫真正的老北京大杀器。对，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天哪！我刚过来我就被吸引。这是我们要吃的，确定能吃啊？哇，这个虫好大颗啊！羊河到底是什么啊？突然一阵苦样。牛舌其实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食材，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手炒冰激凌来了啊！专业就是专业，绝对漂亮，好漂亮啊！视觉上看起来都是有的。啊，这是我的原创啊！啊，战术厨娘我们得包了4、5千根。抄袭我的时候一定承认我。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做过这道菜。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